约市卫生局于8月3日时接获多起通报，民众于中立网摊贩购买越南法国面包，使用后有食品中毒的症状。截至8月8日，累计就医384人。卫生局稽查发现，该摊商环境有病媒踪迹，食材未离地、未覆盖，且冰箱温度不足等是市场缺失。在制备好的蛋黄酱中也验出了沙门氏菌。同年9月份，高雄市卫生局也接获通报，于某热炒店发现冰箱温度未定期监控，食材未离地、未覆盖等缺失，并且于滑蛋饭中检测出沙门氏菌。食品中毒的案件好像屡见不鲜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开食，为你带来食品的大小事。大家有发现上述两件食安事件的共同点吗？就是食材的储藏、鸡蛋的未熟制品与沙门氏菌的感染。带你从以下几种方向来降低风险。最直观的就是看蛋壳与蛋壳上的日期或是喷印，但想必最近的新闻也让大家有所顾忌。没关系，那就让鸡蛋自己来告诉你。散装蛋可以透过观察外壳如果外壳粗糙，表明角皮层还在，而随着时间或者是清洗，角皮层则会被去除，使微生物容易入侵。所以一些洗选蛋则会上蜡来代替角皮层。赶快去冰箱拿一颗鸡蛋来摇晃，如果可以感受到鸡蛋内部的液体晃动，就表示蛋黄还有蛋白的分界变得不明显，变得不新鲜。或者是用光来照射，观察鸡蛋气室还有蛋黄的位置跟大小。如果气势过大或蛋黄偏离中央，也表示蛋变得更不新鲜了。新鲜的鸡蛋蛋黄还有蛋白高度较高较挺，而反之不新鲜则是会较为扁平，甚至会散开。用盐水来调整水的密度之后，将鸡蛋放入水中。如果鸡蛋沉到底部，则表示较为新鲜。随着内部气势逐渐变大之后，蛋就会上浮。如果地板的是散装蛋，因为角皮层还在，所以并不建议清洗。但是蛋壳上还是很脏，那就只能用任何你能做到的或想到的，比如塑胶袋或者是别的容器，防止污染到其他的食材。而由于台湾的天气比较湿热，所以最好还是要把蛋放到冰箱储存哦。摊贩因为购买蛋可能一次就是一大篮，而且使用的量较大，没有办法冷藏储存哦，可能随便就找个地方放着。在市场条件不足的情况下，很难有效防范病媒。同时，食材没有离地，也没有覆盖，就可能使病媒在食材上面爬爬走哦。应该要盖上盖子，远离地面。使用前也要好好的清洗，还要避免与其他的食品、食材等接触污染，尽可能的降低风险。无论是散装蛋还是细选蛋，在使用之前都要好好的清洗。另外就是充分的加热，多摄入的微生物都可以通过加热助手去除。如果是生蛋花蛋或蛋黄酱等生冷食无法加热，就更要确保制作环境的整洁。其实食品安全并不是单纯只有政府、业者的事情，而该是每个人都要去注重的。对自己、对家人都有良好的卫生时，想必工作时也可以更加的注重。治安并不是个案，而是社会的习惯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请别忘记按赞、订阅并分享。觉得有什么需要改进的，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们下次见。